4万美军集结，伊朗迎灭顶之灾。波克罗夫斯克血战激烈，乌碾压俄3面攻势。乌南线大捷，收复6定居点。乌双线打击俄关键工业与军事目标。惊人爆料，俄军进攻力耗尽。法国铁锤炸弹抵达，乌军精确打击能力飙升。随着美伊核谈判逼近关键节点，中东上空的空气仿佛被点燃。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美国已在中东集结庞大兵力16艘军舰、2艘支援舰，约4万名军事人员，外加数百架战机，构成一张覆盖海陆空的高强度作战网络。5个战机联队分布在约旦、科威特、卡达、沙特与阿联酋的基地，每个联队约70架战机。与此同时，2支航母打击群亚伯拉罕、林肯号与杰拉尔德·福特号又各自搭在一个联队前出海域，进一步压缩战略空间。在约旦的穆瓦法克、阿尔萨尔蒂空军基地，至少66架先进战机已经到位，其中包括18架 F-35隐形战机、17架 F-15战机与8架 A-10攻击机，再加上电子战与运输力量，攻防一体。卫星图像显示，沙特境内美军机群数量也在持续增加。更引人关注的是，被称为末日战机的 E-4B 守夜者空中指挥机以飞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待命，12架 F-22猛禽隐形战机则从英国前沿基地转场，降落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大批空中加油机同步进驻，使远程持续打击成为可能。这不是演习式的象征部署，而是一套随时可以启动的实战编组。兵力背后是一场被外界称为生死攸关的核博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早已放话，若无法就核计划达成协议，不排除动用军事选项。以实力求和平的筹码此刻摆在桌面上。德黑兰则展现出强硬与克制并存的姿态。伊朗强调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否认发展核武，同时警告若主权遭侵犯，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表示，只要外交优先，达成协议指日可待。下一轮谈判预计在日内瓦登场，时间窗口正在收窄。然而，战略层面的较量远不止谈判桌上的字句。部分安全分析人士指出，伊朗近年来在关键节点上屡次误判形势，从对地区冲突的节奏把握，到对以色列与美国反制能力的评估，再到谈判筹码的运用，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外部军事压力与内部经济困境交织，通胀高企，财政紧张，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使决策空间愈发逼仄。历史反复证明，真正危险的并非一次判断失误，而是在错误路径上持续加码。当意识形态凌驾于现实校准之上，纠错机制失灵，战略风险便会呈指数级放大。对伊朗而言，当前或许仍有回旋余地；对美国而言，军事集结既是威慑，也是谈判杠杆。俄乌冲突进入第4个年头，空气里的火药味并没有因时间而消散。乌克兰方面公布数据显示，近期作战行动中重新控制约400平方公里土地，并收复8个居民点。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腹地，波克罗夫斯克已成为整条战线最残酷的焦点之一。这座昔日拥有约6万人口的煤矿城市，如今只剩不足2万人留守。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在顿巴斯方向的重要交通枢纽与后勤节点，铁路与公路在此交汇，承担着向东部前线输送弹药、燃料与增援部队的任务。谁控制这里，谁就能撬动整条战线的节奏。正因如此，俄军对其展开高强度攻势，试图从北、东、南3面施压，以前行态势压缩防御空间。战场上呈现出典型的逐村推进、竹楼清剿模式，炮兵与航空兵火力密集覆盖，意图以持续压强撕开缺口。然而，数月鏖战之后，战线依旧焦灼，进攻的强度不减，突破却迟迟未现。退入城区后，乌军将波克罗夫斯克改造成一座立体化的防御体系。城市街区被划分为多个独立防御单元，每个单元内部巷战路线预设，反坦克壕与雷区交错布置，形成多层次的屏障，使敌方进攻难以快速推进。
防守策略也从单一阵地的死守转为机动轮换，诱敌深入，并在关键区域进行局部反击，实现弹性防御。与此同时，乌军大量使用小型无人机，对敌方后勤节点和前沿火力点进行侦察和打击，有效削弱对手的补给与战斗能力。在情报与战术布控方面，乌军强化空中侦察，并针对敌方渗透小组实施快速围歼，确保防线安全与城市核心区域的控制。在这样的体系下，进攻方即便投入更多兵力，也往往陷入推进受阻消耗再推进的循环。城市战天然削弱重装优势，使火力难以转化为快速战果。双方都在付出代价，也都未取得决定性突破。波克罗夫斯克因此被形容为绞肉机，其意义不仅在于战术层面的得失，更在于它象征着整场战争的消耗逻辑。谁能在高烈度拉锯中保持体系运转，谁才可能掌握主动。围绕波克罗夫斯克的争夺，实质上关系到顿巴斯战线未来数月的走向。若守方稳住阵地，可维持东部补给链条；若攻方打开缺口，则可能迫使整条战线重新调整。另外，在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轴线，俄军继续向这条关键节点施压，但在乌军炮兵与无人机压制下，未能形成突破。这里既是顿涅茨克西部的重要防线，也是双方火力密度极高的区域之一。乌克兰军队在最新一轮反攻行动中，于南部战线取得阶段性进展，一举收复包括新扎波罗热在内的6处定居点，战场态势明显向前推进。综合诺尔报告等军事频道披露的信息，乌军在南线连续突破俄军防御节点，先后夺回新扎波罗热与安德烈伊夫卡2处重要支撑点，同时控制了皮什恰内、拉迪斯内、涅恰伊夫卡以及奥斯塔皮夫斯克等4个定居点。根据乌军方面通报，本轮反推行动已收复超过400平方公里区域，攻势仍在持续。空中力量成为此次行动的重要变量。乌克兰空军在扎波罗热轴线加大打击强度，一架米格29战斗机日前向斯泰普诺谢尔斯克以南的俄军阵地投掷制导滑翔炸弹。现场影像显示，目标建筑在精准命中后迅速被浓烟吞没，随即发生剧烈爆炸，结构完全坍塌。当前，乌军地面部队已向斯泰普诺谢尔斯克北部推进，空地协同打击意图明显，通过持续压制俄军防御支点，为地面推进扫清障碍。在扎波罗热南线，俄军于24至25日在西伊尼科波尔方向发起反击，意在迟滞乌军推进。虽然未达成反推目标，但在节奏上起到一定拖延作用。东翼胡里亚博尔一带则更为激烈，乌军多支旅级单位持续施压，部分俄军战术支点被夺取，一些部队在复杂态势下被迫后撤，局部出现被三面夹击的风险。乌方还通过特种部队穿插破坏补给线，并炸毁关键桥梁，试图放大俄军后撤压力。这种打补给、断退路的做法，既是战术封锁，也是心理施压。值得注意的是，2月24日夜间，乌军使用 ATACMS 战术导弹打击俄军纵深目标，包括指挥所、弹药库、防空阵地及后勤节点。顿涅茨克与扎波罗热多处目标遭到远程精确打击。ATACMS 曾在战场上多次扮演破局者角色，此番密集使用，显示乌方在远程精确弹药方面获得补充。与此同时，对俄军防空体系的压制成为重点方向。23日至24日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连续打击多套俄军防空与火力平台，被击中的装备包括 BM-27 Uragan 多管火箭炮系统、Pantsir 一近程防空系统、Buk Missile System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较为少见的 Malachite Radar System 雷达系统。相关雷达与火箭炮阵地亦遭摧毁。此类打击不仅削弱俄军区域防空能力，也为后续空中行动创造更大活动空间。近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与工业目标的打击行动再度升级，多起袭击画面曝光，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最新监控资料显示，乌军火烈鸟巡航导弹成功命中俄罗斯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现场爆炸猛烈，腾起巨大的火球。
屋顶甚至出现约30米乘24米的巨大破洞。该工厂是俄军生产奥列什尼克等洲际导弹的重要基地。此前本月20日，乌方已对其实施过空袭行动。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对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的多罗戈布日化工厂发动攻击。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夜间发射的大规模无人机作战群令工厂上空闪现刺眼强光，远郊也可见浓烟弥漫。俄媒 Mash 报道称，此次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其中3人为救援人员。受其影响，当地教育机构全面停课。该化工厂是该州乃至全国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主要生产硝酸铵，广泛用于军工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在2025年12月就曾遭乌军重创。此外，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也涉及能源基础设施。此前23日被击中的俄罗斯卡利基诺油泵站仍在燃烧，浓烟蔓延达170公里。该油站属于俄有1管道的关键节点，负责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输送石油。俄方方面，国防部曾声称夜间拦截了69架无人机，其中包括斯莫棱斯克州上空的14架，但袭击造成的损失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黑海方向的战事更具冲击力。2月下旬，乌军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俄军目标实施精准打击，2艘22460型猎人级巡逻舰受损。这类舰艇是俄罗斯黑海近岸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承担拦截无人艇与巡航警戒任务。其受创意味着局部防御链条出现空档，也对克里米亚补给线的安全构成压力。更引人关注的是信息安全问题。外界披露，俄军部分前线信息通过通信软件传递，管理漏洞可能被对手利用。俄方随后收紧相关通讯使用，试图堵住潜在缺口。无论细节如何，此次事件都表明，现代战争已不仅是炮火对轰，更是信息与反信息的较量。黑海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新一轮打击报复的循环。过去类似袭击往往伴随大规模远程空袭作为回应，这种升级链条本身就提升了风险系数。另外，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近期展开联合军演，引发外界高度警觉。3年前，类似的演习曾成为进攻前的铺垫，如今演习区域与兵力展开方式再度出现相似之处，自然让人联想到2022年的情景。从地理上看，借道白俄罗斯，经切尔诺贝利方向南下，直指基辅与切尔尼戈夫，依然是一条在战略上具备突然性与纵深优势的路线。不过，与3年前不同，如今乌军在北部方向的防御体系更为成熟，工事、雷场与预警部署明显加强。即便军演具备战前预热的意味，要想复制当年的突袭效果，难度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军演就是进攻前兆，但在高度紧张的安全环境下，任何大规模调动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公开表示，乌方已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的部分通讯设施。这些现代化中继通信设备原本用于增强信号传输和飞行校准能力，使俄军自杀式无人机能够更精准地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泽连斯基称，我们已经采取行动，让其中3到4个设施不再存在。我们必须这样做。截至目前，莫斯科和明斯克方面尚未对泽连斯基的言论作出回应。早在2月18日，乌克兰政府就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制裁。泽连斯基指出，这些制裁是针对卢卡申科允许俄军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军用通讯塔等行为。他强调，若没有白俄罗斯的协助，俄罗斯军队本无法对我国北部地区的能源设施和铁路系统发动部分袭击。泽连斯基还指控，超过3000家白俄罗斯企业为俄罗斯战争提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支持，包括用于轰炸乌克兰城市和村庄的导弹零部件。同时，白俄罗斯还在建设部署俄罗斯针数导弹的基础设施，这不仅威胁乌克兰，也对整个欧洲构成潜在威胁。日前，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乌军近期表现出乎意料，认为其防御韧性与反击能力比外界普遍认知更强。他同时指出，
持续冲突与西方制裁正在对俄罗斯经济形成长期压力。莫斯的表态延续了柏林对乌支持的政策基调，也反映出欧洲主流政治层面对当前战局的判断。从军事层面看，局部收复意味着乌军在若干方向上完成了战术压缩与反推。这类成果通常依赖情报整合、火力协同以及后勤保障能力的提升。不过，战场整体态势仍呈现多点拉锯特征，单1月份的数据尚不足以决定战略走向。另外，长期站在前线、立场鲜明的 C 派军事记者亚历山大·阿鲁丘诺夫罕见松口，公开承认俄军的进攻潜力已经耗尽或即将耗尽。这番话之所以震动舆论，不在于立场转向，而在于他说话的身份。他不是反战人士，而是长期支持强硬路线、深耕前线报道的亲战博主。正因如此，他的判断更像是一记警钟。持续消耗2年多的高强度作战，让兵力轮换、装备补充、后勤保障都面临巨大压力。进攻节奏放缓，不再是战术调整，而是能力边界的显现。曾经被反复强调的持续推进，正在被现实一点点磨平。与此同时，另一位俄方强硬派人物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也公开发难。他质疑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战略价值，直言这一行动未能削弱乌军作战能力，反而成为代价高昂却收效甚微的消耗战。他的批评直指核心，无人机依旧起飞，军工生产未见停滞，港口运转照常，西方援助持续输送前线。所谓瘫痪战争潜力的目标并未兑现，更棘手的是，对城市能源系统的广泛打击激化了民意，强化了乌方社会的凝聚力，也为西方提供了更强的舆论动员理由。从军事到政治，这场行动都显得得不偿失。乌克兰国防部近日宣布，法国已向乌方交付创纪录数量的 ASM 铁锤制导炸弹。这款由 Safran 研发的模块化精确制导武器，并非普通航弹，而是可根据任务需求组合不同制导套件的智能炸弹。它既能适配米格29、苏25，也可整合至 F-16平台，在全天候条件下打击指挥所、弹药库和装甲目标。对于长期面临精确弹药不足的乌军而言，这批铁锤到位意义远超数量本身。精确制导意味着更远的投放距离、更低的战机暴露风险以及更高的毁伤效率。在防空体系密集的环境下，能够减少低空突防所带来的飞行员伤亡风险，这对持续作战能力至关重要。法国此次加快交付节奏，一方面强化了对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也在实战环境中验证装备性能。然而，战场升级的同时，舆论场也掀起新的风暴。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声称，英法考虑向乌克兰转移核相关能力。俄方高层，包括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警告此举可能引发核冲突。不过，英国方面迅速否认相关说法。英国首相基尔·斯坦默明确表示，这是莫斯科的舆论战操作。此类指控目前缺乏独立证据支撑。核议题本身极具敏感性，一旦涉及实质转移，将直接触碰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红线，因此相关说法更多被视为信息战与战略威慑的一环。另外，乌克兰军工体系的重构同样值得关注。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 Ukrspex Systems 已在英国设立生产基地并投入运作，这是乌克兰军工企业首次在英国本土建立完整生产线。此举既分散了本土设施遭袭的风险，也借助英国成熟的工业链与供应网络，实现更稳定的批量生产。无人机早已成为前线侦察、校射与打击的关键工具。将产能外移，意味着乌方在尝试构建去中心化的军工模式，不再依赖单一国内基地，而是通过盟友体系保障持续供应。这种模式体现出现代战争的另一面，拼的不只是前线火力，更是后方工业韧性与国际协作能力。战场之外，经济与军援层面也在同步推进。英国扩大制裁范围，涉及能源、金融与影子舰队。澳大利亚追加定向制裁，并下调俄油价格上限。加拿大宣布未来财年向乌提供20亿加元军事援助，并追加装甲车辆。
丹麦继续推动乌克兰军工企业在本土设厂，强化无人机与火箭燃料生产。英国追加资金用于乌能源修复、防空与导弹支持。另外，乌克兰、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峰会宣布，将向基辅提供至少125亿欧元军援，其中9.18亿欧元专项用于强化乌克兰电力系统。这表明，在乌方持续打击俄罗斯关键军事及工业设施的同时，西方国家正加大对乌克兰在防御能力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支援力度。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